李正载1973年3月15日出生于韩国首尔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祖母都是医生。祖父曾4次竞选国会议员，但均告失败，导致家中条件每况愈下。到他开始读书时，捉襟见肘的家境使他都很难给过生日的朋友赠送礼物。李正载还有一个患有自闭症的哥哥，因为父母都要工作，他从小就要照顾哥哥。这段经历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中学毕业后，李正载因为经济困难被迫辍学，在霞鸥停动的咖啡店打工时，因出众的外貌和气质被老板推荐给广告公司试镜。1993年试镜通过的李正载以巧克力广告模特身份出道，正式踏入演艺圈。同年，李正载出演了自己的处女作，在 SBS 电视剧《恐龙先生》中饰演一名高中生。1994年，他在电影《年轻男子》中饰演男主角韩在熙，一个怀揣明星梦却深陷虚荣与道德困境的大学休学生。李正载以青涩却极具张力的表演，将角色的野心、脆弱与堕落刻画得淋漓尽致。凭借出色的表演，一举斩获韩国青龙奖、大钟奖、百想艺术大赏3大电影节最佳新人奖，创下了韩国影坛前所未有的纪录。1995年，他出演的电视剧《沙漏情人》创下64.5%的惊人收视率。该剧以光州民主化运动为背景，讲述了2男1女在时代洪流中的命运纠葛，成为韩国国民剧集，让22岁的他一跃成为顶级明星。1999年，李正载搭档郑宇盛在电影《日出城市》中饰演底层混混洪基，一个欠下高利贷、自私虚荣却充满黑色幽默的小人物。影片风格借鉴香港黑帮片，李正载的表演赋予角色类似古惑仔的痞气，但更具韩国社会批判性。这部电影令26岁的李正载成为韩国史上最年轻的青龙影帝，并获韩国影评家协会最佳男主角奖。同年9月，李正载在酒精浓度高达0.222的状态下发生车辆追尾事故，车内还有经纪人及好友郑宇盛。他承认饮酒，但声称车辆是由经纪人驾驶。这起事件最终以不起诉结案。2000年，李正载在电影《触不到的恋人》中饰演建筑系教师韩星贤，通过跨越时空的信箱与女主角金恩珠展开一段浪漫而忧伤的爱情故事。这部影片对白极少，大多是通过独居小屋的日常和面对大海的沉默，将孤独与渴望具象化。2002年7月，李正载再次因酒驾在首尔江南区被临检，酒精浓度0.054%，坦诚喝了3瓶啤酒。但这起事件同样未被起诉，再次引发舆论风波。经历2次酒驾事件后，李正载开始反思并重塑自我。2005年，32岁的李正载出演电影《台风》，饰演韩国海军高级军官姜世宗，负责追捕因家破人亡而化身海盗的朝鲜难民信，与张东健的对手戏充满张力。2009年，他在电影《夏女》中饰演富家男主人高勋，一个表面优雅绅士，实则虚伪自私的财阀二代。他通过钢琴演奏和温柔假象引诱女佣恩一，却在欲望与阶级压迫中将其推向悲剧深渊。角色充满权力操控与道德沦丧的复杂性。这部影片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也标志着李正载在酒驾事件后正式重返一线演员阵容。2012年，39岁的李正载在电影《夺宝联盟》中饰演韩国盗贼团队的核心成员波派，表面既有插科打诨的搞笑桥段，却又在关键时刻展现出冷酷背叛，将角色的卑鄙与软弱演得鲜活至极。这部电影创下17项韩国影史票房纪录，版权售至全球多国，进一步推动了李正载的国际知名度。2013年，他在电影《新世界》中完美演绎了在黑帮组织中卧底8年的警察李子成，通过眼神、微表情和肢体语言展现角色在警方任务与黑帮兄弟情间的挣扎，尤其电梯对峙和灵堂反杀等场景，将压抑到极致的崩溃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该片被誉为韩国版《无间道》，以468万观影人次刷新韩国19禁电影票房纪录，成为李正载演艺生涯的重要转折。同年，他在电影《观相》中饰演一个野心勃勃、冷酷无情、为篡夺王位不择手段的朝鲜王室成员首阳大君。李正载凭借此片获得第34届青龙奖最佳男配角及第50届百想艺术大赏电影类最佳男配角，与宋康昊的对手戏被评是中5路最顶级飙戏。2015年，42岁的李正载与好友郑宇盛共同创立经纪公司 Artist Company， 同年公开与大象集团千金、三星太子李在镕前妻林世玲的恋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016年，他在《暗杀》中饰演双面间谍连希震，表面是韩国临时政府警务局队长，实则为日军效力的叛国者，策划暗杀行动的同时出卖同胞。角色跨越青年至老年，展现从爱国者到堕落者的复杂转变。这部电影以1270万观影人次成为韩国年度票房冠军，并获第36届青龙奖最佳影片、第52届百想艺术大赏最佳影片等多项大奖。同年，他与钟汉良搭档出演电影《惊天大逆转》，饰演韩国情报局特工组组长姜成俊，一个执着追查足球场炸弹案的热血警察。这部电影是李正宰首部主演的中国电影，也是首次全程中文台词演出。尽管发音被调侃像念经，但努力态度仍然获得了导演的认可。2017年，在《与神同行：罪与罚》中，李正宰饰演阎罗大王，以低沉威严的嗓音和极具压迫感的气场统治地狱。他的造型颠覆以往，白发长须搭配华丽古装，成为串联剧情的关键配角。2019年，李正宰与申敏儿搭档主演韩剧《辅佐官：改变世界的人们》。李正宰饰演男主张泰俊，一位从警界精英转型为国会议员首席辅佐官的政治操盘手。这部作品将政治博弈拍成文戏武斗，台词精炼，节奏紧凑。第一季豆瓣评分8.6，第二季8.9，被誉为韩版《纸牌屋》，创 JTBC 电视台收视纪录。同年，李正宰在电影《娑婆诃》中饰演宗教问题研究所的牧师朴雄才，一个致力于揭露邪教骗局的打假斗士。他通过冷静的调查与内心信仰的挣扎，逐步揭开鹿野原教团背后涉及81名少女死亡的阴谋。角色兼具理性与人性矛盾。2020年，47岁的他主演电影《从邪恶中拯救我》，饰演冷酷无情的杀手雷，一个为复仇而生的疯狂角色。这部影片，他与黄正明共同入围釜日电影奖最佳男主角，影片获青龙奖等多项提名。2021年，他主演的 Netflix 原创剧《鱿鱼游戏》全球爆红。李正宰饰演456号参赛者程其勋，一个因赌博和失业陷入绝境的底层边缘人，被迫参与致命生存游戏以偿还债务。李正宰打破以往精英形象，以邋遢懦弱却心怀善良的形象示人，却凭借真实感引发观众共情。他通过夸张的肢体语言和细腻的眼神戏，展现了角色从自私到觉醒的复杂转变。该剧也成为 Netflix 平台史上最受欢迎剧集，为他赢得艾美奖亚洲首位最佳男主角、美国演员工会奖最佳男演员等国际荣誉，确立了李正宰国际巨星的地位。2022年，他加盟迪士尼《星球大战》衍生剧《星球大战：逝者》，成为首位主演该系列的韩国演员。同年签约美国 CAA 经纪公司，与布拉德·皮特成为同门，进军好莱坞。不久后，李正宰搭档郑宇盛执导并出演动作电影《狩猎》，饰演韩国国家安全企划海外组次长朴平浩，表面是追捕朝鲜间谍的精英官员，实则为潜伏多年的南派间谍东林，角色在忠诚与背叛、杀戮与救赎间挣扎。作为李正宰成为导演的处女作，该片获得第31届釜日电影奖、第42届韩国影评奖最佳新人导演奖，并入围戛纳电影节午夜展映单元。2024年，《鱿鱼游戏2》上映。本季他从迷茫的幸存者蜕变为主动挑战游戏幕后黑手的反抗者，情感层次从脆弱转向愤怒与坚毅。尤其在面对李秉宪饰演的反派黄仁浩时，展现出更复杂的心理挣扎与行动力。第二季首周全球观看量达6800万次，在92个国家登顶 Netflix 榜首，刷新平台纪录。2025年6月，鱿鱼游戏第3季上线，李正宰饰演的程其勋将要面对更残酷的游戏规则，以及与幕后黑手黄仁浩的终极对决。角色情感层次从愤怒、挣扎到最终觉醒。第3季仍然延续了前作的火爆程度，作为 Netflix 史上最贵韩剧，首播即登顶92国排行榜，全球观看量破亿。李正宰的人生是从照顾自闭症哥哥的打工少年，逆袭为亚洲首位艾美奖视帝的传奇。他既是青龙奖最年轻的影帝，也是自编自导狩猎的新锐导演。在爱情片《王子与黑帮硬汉》的双面人生中，活成了韩国影坛的无间行者。